没跟踪好爸爸，屁股浑身掉渣渣，我天就说哈哈，你天该比我吹喇叭，滴答滴答滴滴答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。上个星期，我的一个外国朋友去看了《哪吒2》，他看完以后，我问他：“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一般，因为有些地方我没有看懂。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觉得这个电影好看呢？”好，那今天呢，我就通过这个视频来帮助大家理解哪吒的故事，同时我也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都觉得哪吒2好，并且为它感到骄傲。首先，我们来说一说哪吒是谁。哪吒并不是这个动画片创造的人物，哪吒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在传说中，哪吒和敖丙并不是朋友，敖丙是一个坏人，哪吒杀了敖丙。因为哪吒杀了敖丙，所以敖丙的父亲东海龙王决定报复。为了保护父母和陈塘关的百姓，哪吒选择了自杀。陈塘关就是哪吒生活的地方。后来，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用莲藕给哪吒做了一具身体，救活了哪吒。这就是最原始的哪吒的故事。当然，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讲。大家如果对这个故事感兴趣，可以在评论里给我留言，我会考虑专门做一个视频给大家讲一讲最早的哪吒的故事。在哪吒1中，导演对哪吒和敖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改编，让他们成为了朋友，并且共同抵抗命运。哪吒1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观点就是，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，你是谁，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决定。也就是电影中最经典的那句台词：“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”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命的意思就是命运 destiny， 由在这里的意思是 depends on， 天指的就是神仙 the god。 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哪吒1的剧情。天地灵气历经千年，孕育出一颗混元珠。这个混元珠可以理解为世界上所有善念和恶念的集合。然后这个神仙他把混元珠分成了2个部分，一部分代表着善，一部分代表着恶。这个神仙原本的计划是把代表着善的灵珠放在哪吒身上，而代表着恶的魔丸会在3年后被天雷摧毁。但是这个人他叫申公豹，他偷走了灵珠，并且把魔丸放在了哪吒的身上，所以哪吒一出生就破坏力极强，陈塘关所有的人都害怕他，讨厌他。而且因为天雷的存在，哪吒注定3年后就会死，这就是哪吒的命运。申公豹偷走灵珠以后，把灵珠放在了他的徒弟敖丙身上，而敖丙也背负着他的使命。敖丙是妖族，
他们全族都被困在海底炼狱。敖丙的父亲希望敖丙可以利用灵珠成为神仙，离开海底炼狱。因为身份的不同，哪吒和敖丙原本应该是敌人，但是他们却意外成为了朋友，并且在最后共同抵抗天雷。天雷之后，哪吒和敖丙的身体被摧毁了，但是灵魂被保住了。第二部的故事就是从给哪吒和敖丙制作新的身体开始的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。第二部的主题是反抗霸权。第一部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观看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在看第二部之前，先去看一看第一部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说一说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哪吒这部电影。首先，最近这几年好电影实在是太少了，而哪吒的制作团队，他们对画面细节的处理以及他们的特效技术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用心，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电影。第二是这个电影很幽默，比如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神仙应该是智慧的、冷静的、完美的，但是哪吒这个电影中的神仙却并不完美。比如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，电影中的太乙真人不会说标准的普通话，他说的是四川普通话，也叫川普。你打我噻，你打我噻。川普也可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，川普 Trump。 再比如电影中的申公豹是一个结巴，不行，不错。可能就是这种和传统印象的反差，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但是外国人应该很难理解这种幽默。最后，我个人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电影中人物之间的感情让我们感动。比如哪吒的母亲在临死之前只想要拥抱哪吒，哪吒在以为自己快死的时候，他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和父亲踢过毽子。虽然是神话故事，但是故事中表现出的平凡人的感情才是最让我们感动的。以上就是我们喜欢哪吒的原因。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哪吒这个电影。如果你看过的话，也欢迎你在评论中和我分享一下你对这个电影的看法。最后，如果你想要跟我学习汉语的话，别忘了去我们的网站 everydaychinese.com 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课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